大家好，比特币昨天是提到超级巨鲸在秘密买入，但是价格却下跌，导致周线的 MACD 指标目前是在死亡交叉。那这里我们应该如何判断？或者是大长线的利润，有些朋友也在担心问我，反正我是还没有平仓哦，以及最近在做多的一些山寨币，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。之前是有跟大家提到，比特币从12万美金高点，它周线的这个 MACD 指标盘整了4根，盘整盘是很难操作，包括最近的山寨币，或者是前几天有在追的一点利润，如果没有平的话，有些这2天是又在跌。那或者盘整盘它就是这样子哦，就像2023年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个4根的柱状盘整，最好是像之前的这个位置7根的盘整。但是这2天价格又跌，然后现在周线里边的这个 MACD 指标又再次形成死亡交叉，或者是红柱已经放出第一个。那像这种死亡交叉，有朋友也是在聊，问我的观点。我的观点还是这样子哦，10万美元以上的比特币，你尽量控制好自己的头寸，包括最近有在操作的山寨币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群，也就是2025年初的时候，当时2025年2月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更早之前2025年的1月份，当时比特币价格是在10万美金，也是在交易群上面有提醒一些朋友，你尽量涨高的不要去追。如果比特币波段它有回8万左右，看有新的资金要不要再买个50%，或者是如果有回到7万4千美金，买个80%，甚至做多。当然这个记录是没有编辑过，如果有编辑的话，像这个记录它会显示已编辑，以及后面也是有看到，就是在2025年2月份左右的时候，周线里面的这个 MACD 死亡交叉，历史上有死亡交叉，一般经验它有可能价格都会跌个10%几到20%，所以当时价格在10万美金的时候，或者是这个 MACD 死亡交叉，后面价格真的跌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也是在7万5千美金上面交易群，我们看一下是哪一笔啊？也就是这一笔，是通知朋友们，反正我7万5千美金是在做多，而且没有设止损。然后我们再回到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那现在这个位置或者是周线里面的 MACD 死亡交叉指标，它往往会滞后。现在这个位置确定比特币会跌吗？我的观点是也不一定哦，这个位置要涨还是有机会。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有一个位置，比如2020年当时9月份到10月份的位置，可以看一下，其实比特币前面这个位置是一个上升三角的盘整，突破是很明确的。然后它价格跌回来的时候，价格是踩在这个上升三角盘整的区间，像这种形态就确定比特币它的价格肯定是要涨的。但是涨出来以后，它价格后面下跌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这个位置，柱状也是说了5根左右，然后出现红色的死亡交叉，但是比特币就是跌到前高的位置是支撑，后面价格上来。那现在的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也是很像，比如说2020年的那个位置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盘整区，它是一个箱体的盘整，我希望它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支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昨天给大家分享的，最近发现超级巨鲸好像是继续在买入比特币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之前比特币在10万美金的高点，这个黑色的线，它后面跌到接近7万5千美金的这一个低点的区间，也就是在这整个片区里面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红色的持有1000枚到1万枚的这些鲸鱼钱包，可以看一下，基本上数量都是正的这一个数字，那就是代表人家在价格低位的时候，他是在偷偷或者是秘密的在买入这个比特币。所以昨天给大家讲的，比特币自12万美金的高点下跌到接近11万美金的高点，但是最近发现超级巨鲸
它是买了接近3万多枚的比特币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这个数据就不聊了，或者是这个位置，那根据这么多的数据，比特币这个位置还有没有可能希望涨上去？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这个112000美金还是这个箱体，短期昨天价格是一根下跌，把这个低点再给跌破。现在不太好的是价格在这个灯芯里面来波动，如果要维持这个位置还有机会涨的话，从链上的一些数据来看，主力金鱼它是有在买，或者是周线的 MACD 指标目前感觉又在10万交叉，不然新的资金还是一样，尽量控制好自己的头寸，你要去防啊，它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低点给跌破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，来判断一下目前的支撑啊，这2天是有在提0.23。那昨天它是再跌到就是前面这一个高点的位置，或者是短期就观察吧，这一个0.225，狗狗币短期不要把这个支撑给跌破。以及我们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，或者是整个中线的支撑，不然就观察这一个4360附近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。